想象一下哈，清晨那个闹钟一响，你睁开眼，脑海里立刻就被无数个待办事项给塞满了。真的，永远开不完的会，还有那些回不完的工作群消息。对，就是那种窒息感。而且不仅是工作，还有那种如果我不拼命往前跑，就会被别人踩在脚下的隐秘的恐惧。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所谓的更高、更快、更强嘛，就像一台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一样。确实，大多数人每天都在按部就班的高速运转。但是，如果你今天决定，直接拔掉这台机器的电源呢？今天啊，我们要为你量身定制一场知识探索之旅，咱们一起来潜入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文化现象。这个现象最近讨论度特别高。没错，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核心素材呢，是来自 YouTube 上的一个叫 Chinese Daily Podcast 的频道。这个频道表面上看着像是在教中文，特别是面向那种 HSK 3到4级的国际学习者的，也就是那些已经有一点中文基础，正在向中高级过渡的受众，对吧？对的，但实际上它完全就是一个极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室。所以今天我们绝不是简单的学几个中文词汇，我们要穿透表象来抽丝剥茧地分析一下。也就是要去解码那个最近席卷年轻一代的词儿——躺平。没错，就是躺平。我们要看看它到底是被现实击垮后的那种无奈放弃，还是说，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精神觉醒。这是一项非常值得投入的探索。因为怎么说呢，语言它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其实是社会情绪最诚实的载体。太同意了。今天咱们要探讨的这个主题，它不仅关乎当代中国社会情绪的变迁，它更像是一面镜子，一面能照出现代人，当然也包括正在收听的你，大家普遍存在的那些焦虑和挣扎的镜子。确实是所有人都在面临的问题。对，当躺平这个词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引起跨国界的共鸣，甚至成了学中文的人都要去探讨的哲学命题时，那就说明它触碰到了某种人类共通的神经。所以我也鼓励你在接下来的解析里，可以时刻带入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经历。没问题，那咱们就开始吧。要真正理解躺平的价值，我们肯定得先打破对它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得搞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没错，定义很关键。频道里有一期专门针对中级学习者的内容，它的标题就直接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叫躺平是放弃还是觉醒？这个切入点挺有意思的，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里，甚至在不同文化的语境下，你躺着不动，那就是懒惰啊，就是不思进取，对吧？你知道，关于这个素材，我觉得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创作者对躺平这个词的字面结构。字面上看，它确实就是物理意义上的平躺下来，就四脚朝天躺着。对，但视频里深入探讨了它背后的心理机制，它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懒惰。这帮年轻人并不是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或者单纯就是想天天在家里睡大觉。那他们是在干嘛？创作者在视频里特意对比了被动接受和主动选择这两个概念，他非常清晰地指出，躺平其实是年轻一代对当前这种极度高压的竞争环境所做出的一种深刻而且是主动的反思。哇，主动的反思，这就好比你在一台运转的越来越快的跑步机上，周围的人都在疯狂冲刺，尽管可能大家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儿，都在盲目的跑。对，这个时候你的所谓躺平，到底你是像一只害怕的乌龟一样，因为恐惧瑟瑟发抖的缩进壳里了，还是说你在这种疯狂的节奏里突然清醒了，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想往这个方向跑，然后果断地按下了停止键？这个跑步机的类比太精准了，它完美契合了视频里探讨的那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如果是第一种，那就是被动的被社会压力压垮，是因为实在跑不动了才倒下的。那是无奈之举。但是这期素材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你说的精神觉醒。年轻人其实看透了这种过度竞争的生活方式，他们意识到这种无休止的消耗根本换不回相配比的回报，也就是所谓的投入产出比太低了。没错，所以这里的躺平它更像是一种防御机制。你想啊，
当你平躺下来的时候，你的受力面积是最大的，底盘也是最稳的。谁也推不倒你。对，你拒绝再被那种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往前走。可以说，这是对既定社会成功学的一种温和但又极其坚定的抵抗。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不想要更好的生活，而是拒绝用那种自我毁灭的方式去换取世俗定义的成功。那如果说躺平是按下了跑步机的停止键，那这台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跑步机到底是个什么机制啊？视频里其实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内卷。内卷，这绝对是个绕不开的词。是的，在频道里的另外一期视频叫《别再比较了》里面，内卷这个概念就被反复提到了。在讨论隐喻之前，我们得先给内卷下个准确的定义。学术上的定义是吧？对，在社会学或者经济学语境下，内卷指的是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停滞的时候，内部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产生的过度竞争。简单通俗点说，就是努力的通货膨胀。等等，这里其实有个真正有争议的地方。我完全能理解攀比会让人痛苦。我们从小比成绩，长大的比薪水，比谁买的房子大。但是如果10个人都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努力，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会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吗？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质疑，对吧？如果每个人都像躺平倡导的那样，彻底切断跟别人攀比的执念，完全拒绝竞争，那社会不就停滞不前了吗？我有点困惑呀，这听起来甚至有点像是在扼杀创新。你的这个质疑非常核心，素材里也正视了这种担忧。但创作者通过具体的分析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内卷绝对不等于创新。让我们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机制。洗耳恭听，假设现在有10个人去抢一个苹果，如果大家是在进行良性竞争，那么他们会去研究土壤，研究化肥，想办法去种出更多的苹果树，这叫创造增量，这就是创新。对，就是我们常说的把蛋糕做大。没错，但是内卷它是一个零和博弈，在这个10个人抢一个苹果的内卷环境里，任何一个人去种树，相反，大家都在花大量的时间去磨刀，去互相威慑。哇，磨刀。对，为了比别人显得更努力，第一个人磨刀磨到半夜12点，那第二个人就不得不磨到凌晨2点。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苹果还是只有那一个，吃到苹果的人也并没有变得更健康，但是所有这10个人全都精疲力竭了。而且更可怕的是，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极其危险的刀。完全正确，这就是内卷。天哪！所以内卷根本不是在制造更好的刀去切更多的苹果，而是大家拿着刀在存量里互相撕咬。这简直就是无效的，而且是极其消耗生命的过度竞争啊！是的，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更大的生活图景里去看，比如你晚上11点还在回复工作邮件，这种事儿打工人太熟了。这其实并不会让你的公司突然产出什么跨时代的新产品，它唯一的直接后果就是迫使你的同事不得不在11点半也去回复邮件。所以，素材中传达的躺平智慧，并不是让你反社会，也不是拒绝创造价值。那他是想表达什么？他是决定不再参与这种毫无意义的内耗。当一个人决定不再为了满足社会设定的那些虚荣的期待而活的时候，他才真正开始将知识跟自我认知结合起来。他们不再去问我怎么才能比他强，而是问我真正需要什么。这其实需要极高的自我认知。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也挺可怕的问题。如果我真的放下了手里那把卷刃的刀，我决定不去抢那个苹果了，那我突然就多出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当我不再盯着别人看的时候，我的目光肯定就会回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这个时候，很多人往往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因为他们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正陷在一个日复一日的机械循环里，不知道自己除了工作还能干嘛。是的，这种恐慌感正是频道中另一期非常有分量的视频所探讨的核心，叫告别重复，如何活在当下。这期素材非常深入地分析了我们忙碌背后的心理学机制。我们为什么这么忙？当我们身处内卷的洪流中时，我们其实是不自觉地把忙碌当做了一种心理麻醉剂。哇，麻醉剂这个词儿用得够狠的。但非常准确。
视频里教给学习者一些现代打工人的常用词汇，比如打卡、刷卡、通勤。你仔细品一品，就会发现这些词都带着一种极其机械的色彩。确实，就像流水线上的动作。早上像机器人一样挤地铁，到了公司机械地处理各种报表，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第二天再无缝重启。这种高强度的重复劳动填满了我们的所有时间，让我们根本没有一点空隙去思考意义这件事。感觉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齿轮一直在转。那躺平在这里面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素材里把躺平在这个阶段的作用称为逃生舱。退出这种机械式的循环，它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不工作而已，它是为了给你的精神留白。精神留白，这个概念很好。视频里也教授了另一组词汇，比如感受、体验、觉察。只有当你真的停止了这种机械的运转，跳出了这个无休止的循环，你才有能力去体会什么叫真正的活在当下。这让我想到一个挺讽刺的矛盾点。你看啊，表面上看躺平好像是什么都不做，给人一种消极怠工的错觉。但实际上，要打破这种机械式的重复循环，你反而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主动性。没错，非常深刻的洞察。在现代社会里，随波逐流，跟着大家一起卷，其实往往是最容易的一条路，因为你不需要思考啊，社会已经把轨道给你铺好了，你只要闭上眼睛跟着跑就行了。是的，惯性会推荐你走。反而是躺平，你要去主动跳出这个循环，这其实是一种需要刻意为之的反叛行动。你得去对抗身边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你得承受长辈的指责，甚至可能还有同龄人的嘲笑。你完全抓住了这期视频的精髓。随大流是极其安全的，而选择停下来，需要你拥有能够直面巨大社会压力的强韧神经。也解释了为什么说活在当下在现代社会里其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儿。因为周围的环境不允许。对，现代社会是被效率和生产力统治的，每一个没有被用来产生效益的时间都会被视为一种可耻的浪费。所以当你选择活在当下，去感受一阵微风，或者细细品味一杯茶的香气，而不是焦虑地去刷新工作群消息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进行一场微小的但却极其勇敢的个人抵抗。但是这种抵抗的代价，或者说必然的结果，就是你必须得面对一个最难攻克的心理关卡。那个关卡就是一旦你跳出了那个循环，拒绝了社会的世俗标准，你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成功人士了。没有豪车，没有大别墅，也没有那种闪光灯下的高光时刻了。这恰恰是这次深度解析中，我觉得最触动人心的一环。在如果这辈子不精彩怎么办？这期素材里，我们看到了躺平文化中最温柔的一面。最温柔的一面是什么？主要就是对平凡的接纳。这个视频不仅仅是在教中文词汇，它更是在引导一种人生视角的转换。怎么个转换法？能具体说说吗？创作者在视频里解构了精彩和辉煌这些词儿。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辉煌崇拜，好像你不做到极致，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你的人生就是失败的，是不值得过的。对，连电视剧里的主角全都是各种霸总或者精英。但躺平文化提供了一种释然的哲学，视频里教给了大家一些像平静、知福这样的词汇。它很温和地告诉人们，在简单普通的存在中，其实依然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而且它具有绝对的合法性。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小在流行文化里泡打，我们总是被教导要成为史诗大片里的主角，你必须得去拯救世界。但结合你刚才说的，躺平就像是突然有人按住了你的肩膀，让你意识到，其实在一部温软的独立小电影里，你做一个快乐的背景人物也是完全可以的。非常贴切的比喻。你不需要去拯救世界，你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人类进程，你只需要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安静的、真切的喝完属于你自己的那杯咖啡。这也是一种极其美丽的宿命，对吧？这部独立小电影的比喻，真的是对素材里接纳自我理念的完美具象化。
你可以不需要名利双收，只要你的内心是丰盈的，只要你不再受困于外界那些苛刻的目光，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真实的幸福，那你的人生就是完全成立的。确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些关于躺平的讨论，它绝不仅仅是给外国人学的中文语料而已，它更是关于咱们如何在这个过度运转的世界里去寻找自我定位的普世智慧。听到这里，感觉就像是突然卸下了一个特别沉重的包包。今天我们不只是一起学习了几个网络热词，我们其实是进行了一次深度的认知升级。从破除偏见到接纳真实的自我。对，从破除对无奈放弃的刻板印象，到看清内卷这种零和博弈的真相，再到打破重复生活的麻醉陷阱，最终我们学会了去拥抱属于我们自己的那部独立小电影。这实际上是一种智慧，一种通过审视社会情绪，从而重新夺回你自己人生掌控权的智慧。总结得非常精准。所以今天这些素材真正留给我们的，其实是一张极其宝贵的许可书。没错，一张许可书。不管你现在正面对着什么样的压力，也许是一个让你焦虑得整晚睡不着觉的提案会议，也许是职场上那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只是单纯觉得每天手机里的信息过载，让你喘不过气来。我们都希望今天这场知识探索之旅，能给你提供一个心灵的喘息空间。暂时停下来，深呼吸一下。对，我们绝不是在说教啊，我们只是想跟你分享这个从语言学中剥离出来的真相。在这个要求所有人必须闪闪发光的世界里，选择不那么耀眼，其实也是你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就引发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想在最后留给你去独立探索的一个悬念。哦，什么悬念？我们今天一整期都在把躺平看作是对抗高压社会的一种非传统的选择，甚至觉得它带有一点反叛色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未来某一天，躺平所代表的这种追求内心平衡、拒绝无意义消耗的理念，它反而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绝对主流呢？哇，这倒是没想过。如果100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我们今天这个极度痴迷于生产力和无休止效率的时代时，他们会不会在史书上写下这么一笔：21世纪初的人类社会其实全员患上了一种被命名为忙碌症的严重心理疾病？忙碌症。对，而今天被很多人非议的躺平，会不会其实正是我们这代人给自己开出的第一剂，也是最清醒的一剂解药呢？哇，把我们现在以为的正常状态看作是一种时代疾病，而把被边缘化的躺平看作是治病的解药。这个视角的反转真的太有力量了。是的，非常值得每个人去深思。那么下次，当你在那台跑步机上感到疲惫，当你再次想拔掉那台机器的电源时，也许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仅是在休息，你甚至可能是在治愈自己。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走完这段充满启发的知识探索之旅。希望你今天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杯街角咖啡，好好享受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平凡与安宁。